这一段路虽然有时候风景很漂亮，但是弯路很多。我是直接挂点。这个叫什么？罗马竞技场，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是它是保存最完好的一个。我在想说要不要掉个东西下去，然后就跟他们说，不好意思，我要进去里面捡个东西。有鱼，然后这里有超多海胆，这里还有一只大螃蟹。这个分量，这个价钱，这个风景，我真心推到爆。上集影片带大家探索了16湖国家公园，这集要带大家去更多克罗埃西亚的沿海城市。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公车站，要坐公车去下一个城市普拉。我们会在中间一个小小的城市稍微停一下吃个中餐这样子。那我们等一下就普拉见。马上跳上巴士往西南边移动。今天天气特好，果然是出发去沿海的好时机。但别忘了，现在依然是春天，偶尔还是能看到路边薄薄的积雪。我们去武山中顶的城市是 Rijeka， 一下巴士往旁边一看，这个城市好像蛮漂亮的哦。肚子饿了，所以马上杀到餐厅。我们决定来吃了一间什么都有卖的，这一面是中餐，这一面有三明治沙拉、春卷，还有类似墨西哥卷饼的东西。我们都点中式的。已经太想吃中式了。我们点了照烧酱口味的炒面和一个咖喱炒饭。炒面我觉得还可以，有满足到我的亚洲味。但是这个炒饭，还是它是伪装成炒饭的手摇饮料，我应该用吸管吸。Rijeka是克罗埃西亚第3大城，也是一个重要港口。相较于我们之后要去的2个城市， Rijeka 更具当地人在地生活的气息。终于到普拉了。这一段路虽然有时候风景很漂亮，但是弯路很多。他不太晕车的人都觉得有一点晕了。我平常在巴士看书，但是今天要睡觉。我是直接挂点。现在要走路去我们订的旅馆，这一间是我这趟旅行最期待的，因为它有一个小小的泡水池，因为很小所以不能游泳，但是是可以泡水。可是这人是现在超爆冷，搞不好我们也不会用到。哦，你怎么知道密码？哦，我喜欢这个家的 style。哦，你看这个海景，是不是可以？厨房，哦，冰箱很大哦，这应该是冰箱。然后我们的房间很大，这里是厕所，也很大。可以，我们的私人花园在下面。那里是超肥的猫。你说你啦，你怎么那么肥？这个就是我们的私人游泳池。先试一下水温 ，OK， 超爆冷，不可能。妈咪，从我们住的地方大概走3分钟就会看到 Arena。这个叫什么？罗马竞技场。对，虽然这也是克罗埃西亚，但是因为之前有被罗马统治过，所以这里有非常多的罗马遗迹。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它是第6大，但是它是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它基本上整圈都还在，比罗马的那个还完整。如果要进去这个罗马竞技场，要10欧元。我们势必是没有要付这一笔钱啦，所以就在外面逛逛就好。我在想说要不要掉个东西下去，然后就跟他们说，不好意思，我要进去里面捡个东西。不要那么小气。普拉竞技场建于西元1世纪，与罗马竞技场同时期，可容纳约2万名观众。历经近2000年岁月，围墙与拱廊依旧保存良好。购票入场除了能近距离观赏内部结构，还可参观地下展示空间，了解古罗马时期的葡萄酒、橄榄油生产和伊斯特拉半岛的历史文化。不管你有没有进去参观，都一定要来跟他合照一下。
逛着逛着也饿了，来买个小点心。我的 bullet 是 Mexico 的味道。墨西哥 chicken， 我的就是马铃薯。简单来说，它们就是酥脆好入口的咸派，非常适合当下午茶的小点心。我们现在要去主教座堂。这个在咖啡厅旁边的小小建筑就是普拉主教座堂，融合罗马、拜占庭与文艺复兴时期风格。分离式的钟塔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这时我们穿过一条不知名的轨道，来到了水边。在繁忙的码头和多艘渔船之间是清澈见底的海水，我只有在马尔地夫才有看过这种景象。有鱼，然后这里有超多海胆，而且超近，感觉是手一伸就可以抓到，超多。这里还有一只大螃蟹，感觉来这里走一趟就可以带一大堆菜，就可以带一大堆海鲜回家加菜了。现在就带大家去看看普拉老城吧。普拉老城区拥有超过3000年历史，漫步其中可见古罗马、中世纪、威尼斯共和国与奥匈帝国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痕迹。在住宅区不起眼的小门里，展示了1000年以前的罗马马赛克地砖，以及这个在西元前1世纪为纪念塞尔吉乌斯家族而兴建的凯旋门。他要来吃你的脚吗？我可以当我的脚。你看，他过来吃你的脚。Actually， 你的脚看起来很像面包。最后就用在码头上演的灯光秀来结束这一天。我们现在走路来这里呢，是他们的一个大型的市场。可是这个市场礼拜天好像没有开门，我就想说还是要来经过看一下。室内区的鱼市场应该是因为我们太晚来，所以他们已经在打扫环境。户外区则只有少数零星的摊贩有营业，多以新鲜蔬果为主。我们其实有做三明治要去海边，但是看到这个可颂呢，忍不住还是买了。热热的，要不要现在吃？对呀，要啊，很温暖。这间面包店是这里一个算蛮热门的连锁品牌，在蛮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一间。昨天我们吃的那个长条形的 break 也是这一间连锁面包店的。两个东西。可以，就是面包的部分很好吃，外面脆脆的，里面软软的。面包很好。今天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们决定从普拉中心走到沿岸的海边，大约要走40到50分钟。在这个沿岸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岩石的沙滩，都大概间隔走路可能10到15分钟就可以有一个。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克罗埃西亚玩海的话，就可以住在靠这一边，就有非常多的海滩，你就可以每一天都去不一样的。这附近还有一个类似洞穴的地方，但是是需要有独木舟才可以到达，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那我们这一次因为天气没有很好，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带泳衣或是任何的装备要玩海。我把洞穴的位置还有租供独木舟的商家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有需要的话，记得去预约哦。现在终于看到克罗埃西亚真正的果冻海了，这里的水真的清透到不可思议。旁边沿岸的尽头有一片小沙滩，我们决定先去那边看看。Parking， 然后小小的餐厅，这里就是我们选的海滩。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可以换衣服的地方。这边的海滩是小石头的，然后我们刚好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沙发区，所以这里就会是我们的私人小沙滩。呀，好冷，好冷啊！那些人好勇哦，超冷，超冷。事实证明，4月底还不是一个适合游泳的季节。
不过就算不能下水，坐在海边看着透明的海水，听着海浪拍岸的声音，整个人还是不知不觉放松了下来。结束了海边的放空行程，我们回到普拉中心参观老城区里指标性的景点普拉堡垒。首先会穿过长长的地道，普拉是奥匈帝国时期海军的重要基地，所以他们在碉堡下方挖掘出错综复杂的地下网络作为避难所，现在则用来介绍旧时相当发达的电车系统。也有展出一些普拉的旧照片。另一层则以战争历史为主，除了大量珍贵的黑白照片，还有详细的故事解说和沉浸感十足的场景布置。如果看得懂英文又刚好是军事迷，应该能在这里待上好一阵子。这个电梯好大。In case of war. 如果有 war， 我们应该不可以搭电梯吧？最上面的新型堡垒是由威尼斯共和国于17世纪兴建的，用以防御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重要港口。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普拉老城和港湾。登上堡垒不仅能了解普拉的战略地位，更能欣赏整个城市与海岸线的全景。这里有一个偷窥狂，这里有拉妹。从这里也可以看罗马竞技场，而且这个望远镜是免费的哦。这里这个大烟囱是一间披萨店，它的名字就叫做 Factory， 就是工厂，因为它保留了这根大烟囱。他们家的披萨看起来不错。First World War and Second World War. So in the 1920s and 30s. And this one was the first one built, the first level, before and during World War I. So in the 1900s and the 1910s. So this is first level underground and second level underground. So it's like a mental cheese inside this mountain full of holes. 隔天一早，我们再次坐上巴士，出发前往下一个滨海城市 Rovin。它被誉为克罗埃西亚最浪漫的城市。过去曾受威尼斯共和国统治，因此建筑与文化深受威尼斯影响。老城建于突出海面的半岛上，色彩缤纷的房屋紧密排列，太阳照映下的港湾、渔船与古城轮廓格外迷人。我们到达这里的第一站是在这间餐厅吃饭。Their price is only €3. Oh, they also have pizzas. Yeah. For risotto and spaghetti is around €10. Not bad. You have to also consider they have this good view. 你看这个 view， 可以直接看到 Rovini 的老城区。我们的餐桌旁边有草莓，超可爱的。那里有小小的。这里有一个超大的啊，已经可以吃了。在主菜上菜前呢，上了面包跟油。这个面包呢，西班牙人不同意，他说越接近意大利，面包越来越差。第一天我们到 Ljubljana 那边的面包非常好吃，跟第3-4天在那个 Karlovac 也有很好的面包。到了这里，意大利的附近不好的面包，真的在意大利面包没有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太多披萨、pasta， 所以他们不吃面包。在西班牙跟这里品尝面包非常好，离意大利越来越近，面包才不好。而且它这边的香料油稍微捞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非常淡的颜色。It's transparent. 对，如果是好的橄榄油，要是有点深绿色，这个是平常的，可以，这个可以，但是这个不行，这个不行，真的不行。西班牙人不 approve。对，Not bad。看起来好吃的，闻起来好吃。这上面呢是肉，不一样的肉排，然后下面这里有饭，这里还有马铃薯，2人份的烤肉拼盘，这样子30欧元。This is the paper-based sauce that we have seen in many markets. In the bottles that we never bought. Finally, you can try. Yeah. 饭好吃耶，虽然它不是炒饭，它比较像炖饭那种比较湿一点的感觉。可以。它虽然不是在热闹的老城区中心，但这个分量、这个价钱、这个风景，不敢想象夕阳的时候会有多漂亮。我真心推到爆。
吃饱饭后，我们往 Rovin 的老城区前进。身为一个曾经住在意大利1年的人，去过了大大小小的城镇，我必须说，这里看起来就是意大利啊！拥有一样的美景，物价却硬生生低了不少。难怪意大利人常常放假的时候就往这里跑。那个风很可爱，哪一个？有一个这个吗？有沙油的东西。餐厅在沿岸的平台摆上了桌椅，还有特制的石阶可以直接下海。虽然现在还不是游泳的季节，但还是有许多人受不了这片透蓝海水的诱惑，一个个换上泳衣，享受这个冰凉的海水。此外，这里也有灯塔与战争时期留下来的设施，不过有些人却拿来当大型垃圾桶。往上走到 Rovin 老城区的制高点，这座拥有完美视角的建筑是圣尤菲米亚教堂，建于18世纪，属于巴洛克风格的教堂。穿过老城区里的小巷弄后，我们来到了 Rovin 市场。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营业的摊贩也很少，就只有一间卖橄榄油和当地特产的小摊和一些卖手工艺的小店有开。最后终于有机会在老城区的水岸边歇歇脚，喝杯饮料，来结束这次克罗埃西亚的旅程。总结这一次的克罗埃西亚之旅，真的让我相当惊艳。超美丽的自然景观，较友善的当地物价，真的会让人想一去再去。这次因为时间有限，只能探索克罗埃西亚的北部，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去南部走走。好的，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帮我的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追踪我的 IG。那就先这样子咯，拜拜。